我住院搁痔疮，那同事非要来看我，我说了你们别来，结果他们来了以后把我病房给占了，让我一个病号在外边站1天了。人医生说了，你痔疮割完不让坐着也不让躺着。再说我们不也是担心的才过来看的呢吗？你这床位空着也是空着，我们坐一会儿还不行了？气眼这么小呢？能看出来同事确实挺为你担心的。我用他担心我了，他要担心我是自己来呗。那整个全公司人都到齐了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得痔疮了，那我不要面子吗？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得的是痔疮啊。他上医院那天还跟我们说他嘴起个泡，得做手术住院。那我们寻思挺严重的，就组织同事们过来看看。没寻思到他得的是痔疮啊。其实同事们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你也不用委屈。那他整那么大阵仗来看我，把整个肛肠科病房都给占满了，那同病房的病友怎么看我？以为我痔疮长了个多大的呢？我多丢脸呀！其实10人9痔，得个痔疮也没什么的。方便问一下你多大？我24啊。我说痔疮。哦。哦，那是挺严重的。那我都这样了，他们还来嘲讽我？他们怎么嘲讽你？他们来的时候给我带来盆菊花，还是拜的，我太侮辱人了。那我们不也是担心的吗？他那玩意儿割下来，我一瞅都快赶上4喜丸的了，那都多严重了。我们不寻思送他盆花，寓意着让他那块好的快点吗？那他们也不应该占我病房呀！我在外边都站1天了，你给我整的现在上药都没地方上了，我都去厕所。你回避一下，我上药了。也是，那一个病号占的床位确实不太好，那毕竟患者为大，是吧？哎，走吧，别玩，走。涛啊，我们走了。你干啥？你干啥呢？哎呀，你看你上药够不着，你都吱一声啊，整颗大都是。不用你管。真犟，真不用啊？那我走了。帮我叫个医生也行，我厉害了。听说你现在都睡在公司了？那这样能节省上下班路上的时间，方便我全身心快速投入工作呀。公司空出了个管理岗位，他为了在老板面前表现一下，把加班公司来了。现在吃喝拉撒全搁公司。你这么内卷，就不怕同事排挤你吗？只有能力不足的人才怕内卷啊！我认为摸鱼摆烂才是职场的不正之风。那老板花钱找我们来，是让我们做出贡献的。我不愿意像他们一样当个蛀虫。老板，我申请把空调开制冷。午休我看同事们有点困，影响工作效率。看着没，多能祸人呢！那现在就因为他，我们所有假期都取消了，都在公司陪他卷。那有的同事都1个多月没见过自己老婆孩子了。你这么做就没考虑过同事们的感受吗？我为他们考虑，谁为公司考虑？怎么那么能抱怨呢？我一个人干这么多活，我有一句怨言吗？你再说，为了给公司增加劳动力，我让我家里人都辞职了，来我公司上班。是，他家二大爷今年都快80了，让他给整回来了吗？现在搁那个公司楼底下，搁门口当保安呢，站的比一个松头纸。再提我大爷，别怪我不顾同事情分。给你快递，我跟老板说了，让你们明天把家也搬回来，节省通勤时间，多干点活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呢？我不觉得努力工作是内卷，我认为这是一种成长。我身为老板，当然希望他们变得更好。那老板，他们把我家拆了，那马上轮到我了，你赶紧来救我呗。没事，小涛，报工伤啊！你今天公司组织去爬山，你大巴车开半道，你同事把我撵下来了，把我一个人扔半山腰上了。那他搁大巴车顶放屁呀！那我们在前面吃早饭呢，他坐后面当一个接一个，跟连珠炮似的，没完没了的。那车里温度都升高了，那出来爬山我们还得受他气吗？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，谁还没个来事的时候？他们受不了，他们下车呀，你让我干啥？那我肚子不舒服，我还能憋着吗？毕竟是公共场合，你这样确实不太好。你怎么还理直气壮的？他理不直气也壮啊，那气势多磅礴呀！那车顶让他整的都白茫茫的一片，都聚成臭氧层了。那天窗都全打开了，味儿都散不了。那是为了同事们安全考虑，也不能给他留车上了。那我都尽力克制了，我怕声太大，我都收着放了。他还不如一下全放完呢，那带放不放的，滴了嘟噜的，全是气泡音，给我们整的心惊胆战的，那精神上和听觉上都受不了啊。那我就今天肚子不舒服，那都是同事，都不能体谅一下吗？这只是打车都打不着。你再说了，他们开半道把我揪下来，我多没面子。我以后不成公司笑柄了。那他不多虑了吗？他本来不就是公司最大的笑话了吗？口别玩了，这账我搭上。你告诉他吧，我们肯定是不跟他坐一辆车了，让自己想办法。同事们可能一时半会儿来不了了，我们叫了一辆车，先把你送回去。那还是你们好，你这些同事就是太自私了，不怪我平时孤立他们。谢谢啊。哎，你下来，你这单我接不了，你得找别人，我这刚收拾完的车。我们午休睡得正香呢，他看土味视频，音量开到最大，嘎嘎外放。我过去把他手机给摔了。我辛苦工作一上午了，刷刷抖音放松，这都人之常情啊，管这么宽呢？放松没问题呀，那他别搁公共场合外放啊，还专挑午休的时候，一惊一乍的，给我们整的精神都衰弱了。我还看我乐意啊，他们休息他们的，我看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关键他也不是第一回了，那天天中午音量开到最大，那手机喇叭让他整的嗡嗡响，这赶上什么高渐离开大了，魔音贯耳的，老疯狂了。
我们中午休息不好，那下午咋工作呀？我平时坐公交、地铁啥的也都这样外放呀，别人也没说什么，那他们挺大度。直接就上手了，要揍我。活该，咋不揍死他呢？他跟死猪挖开水烫似的。我现在中午睡觉都得戴耳机睡觉，就为了隔开他那个噪音嘛。妈妈，帮我看一下，我姑姑做了个管子。干嘛你啊？睡你们的呗。小点声。我这里，我直接给你100块钱，你帮我看一下。等你可要快点。都是老员工了，工作累了，中午放松放松也情有可原。我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，满足他外放的需求。能说具体点吗？小唐，所以你们是被迫在室外办公的吗？老板开会说我们工作效率低，小涛站起来了，说外面热，可以上室外办公。效率低就是因为办公室太舒适了，外面40度的天，刚好能够激发大家的斗志。老板听完就给我升职了。就因为他的向日葵工作法，很多同事们都中暑了。同事们在外面晒得红一块黑一块的。向日葵工作法。啊，为了让大家挨晒，我会根据太阳东升西落的轨迹，让大家跟着太阳挪地方，保证晒满1整天。那同事们晒伤了怎么办？怕晒就多穿点衣服。喂，起来，地上凉。好像是中暑了。热水啊，怕你凉了。这种情况碰上恶劣天气应该就取消了吧？更惨了，上回碰的雷雨天嘛，让我们在树下办公，谁干得慢让雷劈谁。你怕劈不准，跟突然的游戏，你雷吗？那效率上来不就减少伤亡率了吗？你工资不是白拿的，拿钱你得办事儿。上厕所。去吧。你就不怕同事们趁着上厕所凉快偷懒吗？不怕，我有的是手段。厕所晒不到太阳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那你确实有手段。谁让你买的？我们受不了了，我们要吹空调。完成工作的才能吹。那我看老板买的宠物都能吹空调，我们连宠物都不如啊！老板买来是给宠物用的，不是给你们这群牛马用。动手！哎，别整啊！哎，效率确实提高了呀，而且这里有猫有狗有鸟，我也不寂寞。猫和鸟都看见了，怎么没看见你的狗？我就是。公司怎么就你一个人了？他们都住院了。最近流感嘛，很多同事都感冒了，他非要给我们送感冒药，吃完全公司都住院了。本来大家就是脑袋疼，吃完他的药，除了脑袋疼，剩下脑子疼。那医院检查报告都说我们集体服毒了。你怎么没事？啊，我留了个心眼，我没吃。那是药3分毒嘛？那吃药有副作用不很正常吗？他们就是身体素质不行，那就不赖我。方便问一下，什么药有这么大的副作用吗？就过期的感冒药。你这不毒药吗？那是毒3分药啊，他们是病毒性感冒，就得以毒攻毒。那感冒药好像嘛上个世纪生产的，那药盒都停产了，他抠门舍不得撇，全给我们吃了。同志们吃完又恶心又吐的，他还说副作用不用怕，挺就过去了，最后全挺医院去了吗？这么不靠谱的同事给的药不能乱吃。我们知道啊，都没敢吃，都谢绝了。那怎么还吃住院了？我撒他们公司下午茶里了，我以为他们就是跟我客气呢，就交给一下撒他们奶茶里了。这件事对你们影响确实挺大啊！现在整个公司工作都停了，办公室就剩我自己了。反正你告诉他，这同事们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肯定不能放过他。那反正不关我的事儿，他们就是矫情，你挺一挺就过去了呗。那不治病不都这样吗？那你吃了吗？没吃，我挺不住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小涛关心同事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但是公司团灭导致的损失也必须要赔偿，为了让你长点记性。爷爷，老板。公司现在不加班得收费，我们已经连续工作好几天没休息了。现在同事们下班都不敢走，都得留公司加班。之前同事不愿意加班，我向老板提出了加班收费的建议。加班还要收费？就是不加班的同事给加班的同事付加班费，那人家加班帮您把工作干了，你不得付给人家劳务费吗？那多劳多得嘛，非常公平。我们都好几天没睡觉了，就怕工作时长拉不完得赔钱，逼得我们现在下班谁都不敢走。昨晚有个同事生病住院了，就怕拉下加班时长嘛，把他爸叫过来顶的班。这大叔都退休了。我上个星期有天晚上没加班，全公司的加班费都从我工资里扣，我1个月白干了。你这么做确实太过分了。但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呀。那现在同事们特别能加班，下班效率比上班都高。我准备在公司门口贴一条标语：下班才是真正的上班，就给大家鼓励打气。就没试过大家不加班，不就不用内卷了？试过呀，那天同事们一起商量好了，准点下班嘛。他一看我们全走了，直接干了一个通宵。那天晚上我们全公司都得赔他加班费，赔惨了。哎，闯哥，你这是感冒了啊！这天越来越冷了，加班加的身体都不行。不休息，身体受得了吗？那你不得劳逸结合吗？我现在白天困了就睡，白天赚不了几个钱，还不如休息，等晚上再赚大家的加班费。我现在每个月最大的收入来源就是同事给的加班费。这样是不是太卑鄙了？赚钱嘛，不寒碜。我准备建议让老板也加班，一起赚大家的加班费。我要睡了，你下午再来。他这么跟你说的？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
小涛是一条非常忠诚的员工，时刻关心着公司的未来，我非常欣赏他。老板，我睡觉，你这个压人同事把我威胁来了，好像要揍我，我该咋办呀？没事啊，涛，你挨打的时长我给你算进加班时长里啊。